这五一过得也忒快了吧，兄弟们，还没开始呢，一眨眼没了，从昨天就结束了。昨天预计今天的营业额会降一半，结果我们预测准，今天的营业额直接降到谷底，到现在干了1K 多一点，卡拉少，旺季不旺，淡季更淡，这个生意就有点难搞了。今年的五一，上海的夜场直接来了一个大的滑铁卢，很多老板还在按照往年五一生意特别好去准备的，结果直接没有生意，很多店都只有5、6道、10几道。4号卖了320，5号卖了210，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张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59分，现在我带你们看看外面。你说刚过完五一，现在生意都那么差，5月份、6月份怎么办？街上都没有人，你说现在清货都清不动，这个生意是不是彻底的凉了？五一长假刚刚结束，多地商户自曝今年五一是生意最差的一年，人特别多，就是不买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一位博主在 X 平台抱怨，五一期间上海街上人很多，可是大家都捂紧钱袋不消费。五一期间上海人来了不少，你看这人流量多大，可是没人消费，就是逛街，反正不愿意多花1分钱，没人买，商家开始顶不住了。人特别多，就是不买。人特别多，就是不买。商家本想着这个五一能挣一点，这下惨了，连房租费都搭进去了。不只是上海，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的消费数据也在下滑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呢？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，那就是房子。房价下跌，房贷没有跌。我打个比方，你原来买的房子100万，后来涨到150万，你的潜意识里就会认为自己更有钱了，你就会提高消费欲望。但现在房价下跌了，从100万跌到了70万，资产缩水，你的下意识就会进行居安思危的存钱，减少不必要的支出。今天是5月2号，你看我在西湖边，从岳王庙回卢苑，我以为路上会很堵，没想到一路畅通，都没人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人都出来消费了。去年我们五一，我们一天的营业额是12000块钱，然后昨天一天的营业额是3000块钱，是腰斩之后再腰斩，都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。师傅是不是？是。你今天或者昨天你感觉到杭州这边人多不多？不多，空车哈。主城区有人。对，但是主城区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外地的游客，很明显的感觉到今年的外地游客的质量消费质量远远不及往年的。现在的人出来玩都不花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敢花钱，还是已经到了低欲望时代了。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1天，然后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，然后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大家不消费了，或者是消费区间只会在这种10块钱到20块钱这个小吃这一块是大家就是现在特别热衷于消费的。就是我去商场看就是这种负1楼、负2楼的那种小吃街那种地方真的是人山人海的。但是去到那种1楼呀、2楼呀，卖那种奢侈品轻奢类的，或者是卖衣服、卖包包、卖鞋子的这种店就是门可罗雀，就是没有人去那种地方消费了，大家好像都消费降级了，就是更乐意把钱拿来顶多就是用来吃吃喝喝了，然后不愿意拿来就是做这种大型的消费了。大型比如说买衣服呀，或者是买这种就是大型的家电家居类的这种，大家就很少了。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称，今年五一假期期间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有14.67亿次，日均是2.93亿人次，同比增长 8.0%。 另外，中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五一假期中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6.3%。 但是官方这些数据却与许多商家的实际感受迥然不同。许多商家在社交平台上诉苦，今年五一假期是生意最差的一年。我把我五一赚的钱全部现在又吐回去了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被这个酒店五一期间的生意给震惊到了。
我上条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5一期间的生意怎么样。30号平时价卖的，1号的时候涨了一点价，2号的时候是翻倍1倍多，然后3号的时候刚刚能卖完，4号的时候直接就没单了，然后5号、6号一个单都没有。昨天晚上我们按平时周末的价格在对外开着，晚上6点钟的时候群里有在报，一个单都没有，比平时的情况更不如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进来了一个单，不光线上没单，连线下都没有单。所以这个5一到底是谁在赚钱啊？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，那我们还不如不过5一呢。不过5一至少我每天都是正常的单量，正常的价格。现在过了5一之后，我把我5一赚的钱全部现在又吐回去了。有网友留言：5一大家都去免费的地方，而且不过夜。也有人说，大家现在都露营了，谁住酒店？最多3天进一次酒店洗个澡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这个5一节批发市场的生意极度的反常哈。你正常来说的话，5一休息了3天，1号、2号、3号，今天4号第一天上班，应该是月台上应该是人山人海，人挤人，但是这个现象确实没有出现哈。我感觉还抵不上平时像那个周一的生意，是不是极度不正常？你看重庆作为一个旅游网红城市哈，特别像这次咱们这个荣昌又特别火，来荣昌的人，来重庆的人特别多，游客特别多，应该是人多，吃的也多嘛，啊什么食材消化的也快啊，咱批发的生意应该是特别忙，那样才对，但是确实没有效果哈。今年赶不上去年，去年赶不上前年，前年赶不上大前年，它反正是1年不如1年了。今年这买卖干的是有点恼火呀。相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据，5一期间14亿人次的人出去旅游，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，反正酒店行业没有感受到这14亿人的旅游，他们应该很多是睡了马路，睡了帐篷，去了小树林，没来酒店。今年5一的情况说明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大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里面玩，不到自己城市开车4到5个小时的范围里面玩，而远途旅游基本非常少了，今年基本都没有限价。这说明什么？各位酒店老板，现在商务客大幅的减少，而外出的旅游客未来也会大幅的减少，这2个减少之后，酒店行业深层都会出问题。大家觉得呢？在评论区说一说。博主阿庆表示，中国新年过后一直到现在这3个月生意冷冷清清，5一期间游客非常多，但生意却没见起色。按道理来讲，有这么多人，生意必然火爆。但是虽然人这么多，营业额却没有火爆，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，消费明显的降低了。大多数是穷游的，出来纯玩，除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、衣食住行，其他的不怎么消费了。银滩、金滩、桥港、罐头岭这些海滩景区，个个都是爆满，人山人海，乌泱乌泱的。因为这些景区都是免费的，不收门票的，你不用消费就可以玩得很开心。现在店里面只能卖点小零食、饮料、矿泉水，所以这个营业额怎么都提不上去。这么贵的房租，这么高的人工成本，你光卖一瓶矿泉水、一个棒棒糖3毛5毛的，你什么时候能挣够房租？别说你赚钱了，早几年大环境好的时候，人有消费能力的时候，主要是以中高档为主，随随便便一天大几千、上万甚至几万的营业额不在话下。现在你想做1万的营业额，简直就难如登天。5一前的这10天，大家生意火爆起来吗？像往年的这个时候，真的就是很忙的了，1周1次大货，然后中间还会补3趟货的那种。但是今年就感觉我1周1次大货，中间就几乎是没有补货的，就是节奏和2月、3月、4月似乎都差不多。也就现在的顾客买衣服根本就不看什么节不节日的了，今年能生存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看我这里都快要搬空了，我的妈呀！曾经一铺难求的店铺，转让费都10个起步的店铺，3年的时间就落寞成这样子了。5一假期的这个业绩真的跟坐过山车一样的。5月1号的时候卖了2000多，2号的时候就1800多，3号直接大跳水300多，今天4号了，目前为止100多，刚开张。我们这个商场的人流量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非常少人了，跟平时的周一差不多。隔壁的美甲店一条街，家家户户都没有人，都坐着在玩手机。
我真的很不喜欢过这种大节，它就火了前面的那么2天，之后都很平淡，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。我花了300万在海边开了一家饭店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花了300万。这间房以前是纯毛坯我们改造的，连水电都没有。厨房越干净，生意越差。本来想着开业日赚3万，但是开业的第5天，营业额1500，威海过了5一，连个鬼都没有。有没有懂餐饮的，帮我想想怎么办？这位博主表示，5一这几天公司正好是在苏州开课，他就顺便带着妈妈孩子去转了一转。他虽然知道这个时间点去人会很多的，但来都来了，还是去打个卡吧。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人会那么多，多到令人崩溃。5一这天，他开着车带着家人在苏州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旅行，10几公里开了3个小时，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停车。导航显示寒山寺近在咫尺，结果他整整开了1个小时。其实现在的旅游啊，早就变味儿了。以前是什么叫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现在是什么呢？工资那么少，我只能就近挤挤。你算算啊，5星级酒店你住不起吧，高档餐厅也吃不起，对吧？但是花几十块钱买一张什么景区的门票，然后在短视频里面，在朋友圈里面展示一下在场的证明，证明了我还在好好活着的一种体验。现代人早就练就了一种叫穷开心的超能力，钱少有钱少的玩法，人挤人呢也有人挤人的热闹。重要的不是去了哪儿，而是终于能够从写字楼和出租房里逃离出来，真真切切的活过这几天，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保留一丝对美好的主动权。家人们，听我一句劝，今年一定要勒紧自己的裤腰带，不要盲目投资，不要盲目扩张，不要盲目开店。2025年怎么让自己活下去？一个字儿，省。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各个维度降本增效。今年这个5一其实已经给我们非常清晰的答案，不是街上没有人，只是你家没有人，不是消费者不出门，他们只是出门不消费。我敢说，全国各地都是统一标准，只要不花钱的地方都是人山人海，只要花钱消费的地方都看不到什么人。我昨天去逛了一趟西湖，整个西湖连在地上你想找个坐的地方都还得掐位子，但是马路对面就是商场，商场也有人，但是真正在消费的人少之又少，大多数都是逛着玩的。这个5一就告诉我们3个信号：经济环境有多么恶劣，消费降级有多么严重，老百姓口袋里有多么的穷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